作为近20年最被低估的韩国黑色惊悚佳作，它不仅改编自导演亲身经历的真实事件，更是将人性的丑陋毫不遮掩地搬上了大荧幕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《殴打诱发者》。故事开场便是高能，望着女孩光滑白嫩的大腿，教授永善心头一阵激动，因为在学校里他就关注过任静，没想到她身材竟然能有这么好。可这念头还没来得及继续，脑海里的画面就被打断了。谁知话音刚落，外面就传来急促的警笛声，两个人很快被交警拦住了去路。永善知道这条路上没监控，想着糊弄过去，但对方直接掏出了手机，看着屏幕上拍得清清楚楚的照片，永善脸上的神气立刻没了。接着他就开始求情，希望从轻处理。哪知道交警不仅没答应，又多开了一张没系安全带的罚单。见事情已经这样，永善脸色铁青的签了字。술도 드셨잖아요。永善听完这话，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，于是在下个路口又闯了红灯，还特意摇下车窗骂了交警的家人，然后借着躲避追捕的名义，一头开进了荒凉的山间小道。发现前方道路被水淹了，永善兴奋地下了车查看，接着就提议在这里醒醒酒。너무 조용해서 사람이 죽어도 모르겠네요。걱정마，안 죽여。任静当然知道永善打的什么算盘，可他没别的办法，因为永善是大型音乐剧的负责人，学生能不能进组全靠他点头。任静本来觉得顶多被占点便宜，没想到永善居然想更进一步，那种突然袭来的湿热感把任静吓坏了。他一把推开对方，扭头跑进车里，把门窗全锁死了。永善怕他弄坏新车，赶紧疯狂道歉，可惜压根没用，直到他保证不再乱来，任静才慢慢放松，打开了门锁。但男人的话多半靠不住，永善怎么可能让到嘴的鸭子飞了？任静拼了命的挣扎，可怎么也推不开他。慌乱中，他拿起手机猛砸永善的脑袋，接着推开车门朝山上跑去。好不容易甩掉永善，却撞上了更可怕的事儿，发现两个施暴者正打算挖坑埋人。任静吓得大气不敢出，只能在心里祈祷他们快点离开。而与此同时，永善正悠闲地坐在车里听音乐，因为他很清楚这种荒郊野外很少有车来往，任静肯定会乖乖回来求他，到时候他想怎样都行。正当他想入非非时，一只鸟突然从天上掉了下来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不远处冒出一个古怪的男人，衣服又脏又破，棒球棍上沾着血迹，满口脏兮兮的大黄牙，看着就像躲在深山里的逃犯。永善吓得不轻，赶紧把车窗关上，不料长发男死死盯着那只鸟，根本没注意车里的音乐，接着还来了个全雷打。正当永善心里发毛时，长发男从兜里掏出一只老鼠，疯狂地往老鼠嘴里灌药，看来那只鸟就是这么掉下来的。眼看长发男朝自己走来，永善赶紧锁好车门装睡，以为这样对方就会走开，谁想到长发男把车窗当镜子，欣赏起自己的大黄牙。永善怕任静的内裤被发现，赶紧塞进自己兜里，可长发男转身走向他生好的火堆，自顾自地吃起烤土豆。永善想发动车子离开，这时不远处传来发动机的轰鸣，发现来人是骑摩托车的。永善立马停住动作，这荒郊野外的，要想让3个人搭车，底盘肯定得刮花。看着长发男满不在乎的样子，永善紧张的直咽口水，他完全没想到这3个人竟然是杀人犯。眼看村头男走近，永善赶紧盖上衣服继续装睡，但这回没这么走运了。听到车里有动静，红毛凑过来查看，接着还把永善当成了喝醉的傻子。村头男听完就去拉车门把手，见一直没反应，他转身捡了块石头。뒤졌나爱车被划伤，让永善心疼坏了，可他还是不敢动弹。谁知下一秒，红毛扛来一块更大的石头，爬上顶就要砸天窗。这下永善坐不住了，一脚油门冲了出去，完全不顾红毛的死活。结果刚开出去没多远，轮胎就陷进了沙子里。他拼命踩油门，可车子纹丝不动。존나 아파. 아, 나 꽁지뼈 나간다 봐. 넌 그냥 누워있어, 이 병신아. 感觉大事不妙的永善赶紧下了车，还装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看着3人被镇住了，他赶紧掏出香烟，想靠这招再撑撑场面。可看到寸头男手里攥着的石头，他的手还是不受控制的抖了起来。왜요? 왜요? 씨발, 죽겠네, 정말. 왜요? 나 집에 가려고 하는데. 永善慌忙钻进车里，寸头男哪能让他得逞？长发男更是直接一棍子挥了过来。很快，永善被2人的动作吓醒，可他已经被吓破了胆，生怕长发男再来一棍子。见2人注意力被那个盒子吸引了，永善赶紧把内裤往兜里又塞了塞。还没等他缓过气来，寸头男就尝了口盒子里的粉末。一旁的红毛跟着学起了瘾君子的做派。 용각산인데요. 寸头男听完直接把盒子扔了，但长发男又捡了回来，还把里面的粉末换成了老鼠药。这里是个关键细节，给后面警察的死埋下了伏笔。眼看2人还要搜身，永善赶紧掏出名片，得知他是音乐教授之后，长发男立马凑了过来。 뭐야, 그 저기 혹시 주문
화요일 날 국가대표 경기할 때 애국가 부르셨죠?与此同时，任静终于找到一条大路，脚掌又疼得厉害，寒风一个劲往身上窜。此刻他只想赶紧回家，刚好有辆摩托车经过，任静赶紧招手拦下。听说要去汽车站，男人想都没想就答应了，但条件是先帮他送趟东西。眼看马上就能回家了，任静特别高兴，可他没注意到男人专挑坑洼的地方骑，而且速度越来越快。任静觉得自己快被颠散架了，摩托车的速度总算降了下来，可他抬起头一看，却当场愣住。他万万没料到骑车人来的地方竟然是河边，而且刚才那2个施暴者还是他的手下。但事已至此，他只能祈祷对方说话算话。 잠깐만 내리세요. 금방 태워다 줄 테니까. 몇 건이냐? 아버지가 나 안 찼디? 오늘 그 돼지 잡는 날인데. 호칭기 두고 나갔다고 걱정하시더라야. 凤眼径直走向永善，等红毛把事情说了之后，他并没有显得多激动。长发男见状，把任静拽了过来。就在几人准备烤肉的时候，凤眼又朝永善走去，想帮忙把车弄出来。 이거 아무나 막 타면 안 되는 차입니다, 이 차. 그렇지 않아도 기스 나가지고 심각해 죽겠구만. 아니 차 빼드리려고 그런다고요. 可凤眼根本不在意那些，直接拉开车门钻了进去。但看到车里密密麻麻的按钮，他瞬间没了兴趣。随后叫来几个人一起推车，还让任静坐进去踩油门。永善一看，以为自己遇上了好人。这时凤眼突然脱下衣服，露出狰狞的伤疤。永善刚平息的心跳一下子又冲到了嗓子眼，而不知情的任静还在翻找落在车里的内裤，完全没注意到凤眼正在车子侧面指挥。没一会儿，几人就停了下来，纷纷埋怨永善的车子太重。看着头也不回的小弟，凤眼掏出手机帮忙联系了附近的拖车，然后招呼永善和任静过去吃烤肉。可这俩人哪里吃得下，生怕两人的关系被识破后惹出事端。看着长发男原始粗野的吃相，永善直犯恶心。可他还没来得及缓一缓，凤眼就递过来2块肉。 교수님은 이런 거 안 드시나? 예. 여기. 아, 그러지 말고 좀 드셔보시라니까요. 이게요, 이 지역에서 대박난 삼겹살이에요. 떡삼겹이라고. 돼지 잡는 놈이 특이해서 무지하게 맛있어요. 见永善始终不肯吃，凤眼的表情立马冷了下来，接着讲起了这些肉的来历。长发男在首尔服兵役时跟教官起了冲突，被打坏了脑子，后来回老家跟父亲卖肉，但因为长发男每次进猪舍都感觉有猪在笑话他，所以他们家挑猪从来不关心重量。虽然凤眼语气带笑，但永善当然听得出弦外之音，他赶紧把肉塞进嘴里，可还没等咽下去，2块肉又递到了面前。紧接着凤眼的手机响了，得知是拖车司机打来的，永善的恶心感瞬间消失了。但下一秒，寸头男和红毛凑到他背后，低声议论起任静的身材和模样。听着那些不堪入耳的话，永善再也坐不住了，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到嘴的肉被别人惦记。 저기 견인 잡아서 잡히면 제 차 타고 가죠. 어차피 서울 간다면서. 에이, 왜 그래요? 터미널 가까우니까 내가 금방 태워가지면 돼요. 아니 어차피 서울 간다니까. 금방 내가 태워다 준다니까요. 아, 직접 말해봐요. 어떤 거 타고 갈래요? 아, 괜찮으니까 편하게 말해봐요. 听到任静说要坐车离开，凤眼的脸色一下子沉下来，接着冲着永善破口大骂。就在这时，摩托车上的麻袋突然掉了，凤眼看了一眼，让寸头男解开。虽然早就猜到里面装的是人，但看到里面是个高中生时，永善还是难以置信的呆住了。我是大远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